妈妈，有人。我去看看。和平，刚才你叫我什么？妈妈。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哎，请先坐一会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救我？请稍等。你好啊，顾双菊。你是？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当年你和你家小姐夏雨珠为了救夏恒轩，可没少往我的办公室跑啊。孙主任，求求你救救我哥！你哥夏恒轩涉嫌劫走共产党任志远等人，只要他肯起心革面，此事会有回旋的余地。你是孙主任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罗家湾，重庆军统局驻地，我是这的临训班主任。军统？你是军统的人？别害怕，你在这很安全，我是不会把你交给中统的。饿了吧？赶紧吃点东西，然后把自己收拾收拾。哎呀，又是水煮黑豆啊！我觉得黑豆挺好啊，吃一碗能顶半天，省得你老喊饿。你这让我犯臭吧？上回连吃了1个月黑豆，我1个礼拜都没拉出来屎，这肚子弄得比我头都大。哎，我说班长，
啥时候给我们也炖锅肉，让兄弟们改善生活啊？是不是？就是啊，班长，你小子馋了吧？想吃肉行，等你打败了日本人，你想吃多少肉我都给你炖。兄弟们，听到了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胖头实在不行，但是打鬼子那不在话下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你要是考试能考满分，我就去镇上给你买块酱肘子。夏老师，真的假的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咱们一言为定，好不好？行。吕如老师，如果我也能考满分，你再叫我跳那个什么那个狐狸舞。什么狐狸舞？那叫胡步舞。有这样。吕老师，这成何体统？2个大男人抱的一些磨肚皮啊，简直就是伤风败俗。我看没那么严重，年轻人跳跳舞，又锻炼身体，又增进感情，挺好的。走一个。慢点，好，走了。好，哎，好，人生路上小心啊，过几天见。哎，快结实了，走了。这段时间，日伪的几个连队长在宪兵司令部频频开会，他们秘密集结了伪军的3个纵队。同时，我从几艘由皖南驶来的船上，发现了行军装备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日本人很可能在近期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。你的这个情报相当重要，我们苏南根据地就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，他们早就想拔掉了。敌人对我们的扫荡也不是1次2次了，这次我们还是要采取游击战来歼灭敌人。在抗击和牵制的同时，也要做好我们大后方的撤离工作。文霞同志，撤离工作由你来具体负责，王默同志配合你。好，那还是老规矩，先让一部分战士带着女同志和孩子们先走，后勤部、卫生所和军需部随后。妈妈，你绣的一点都不像。不像吗？好像是不太像啊。那妈妈再秀秀，你快做题。妈妈，我做完了，你和我玩会儿吧。做完啦，和平这么棒，来，妈妈检查一下。电信组的同志试了3套密码，解析出来都不成句子。和平，笔借妈妈一下。玉珠，周大姐，日本人要来扫荡了，你带着和平赶紧收拾东西，马上撤退。是。我们加快点步伐，大家后面跟上。就地下快，下海的冒险全撤！
们这儿的损失情况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这段时间要把大家都调动起来，尽快的恢复生产。这次日伪扫荡没有成功，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要让大家提高警惕，在重建根据地的同时，一定要加强一下守卫。下面大家再看一看，还有什么情况要汇报的？来政委，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夏玉竹同志的情况。夏玉竹，在这场战斗中，由于夏玉竹同志严重缺乏战士素养，导致周大姐负伤。同时，鉴于她这段时间的程度表现，我认为不应该再让她留在根据地。我受伤不能怪夏玉竹。周大姐，你别老护着她，要不是因为她，你也不会负伤啊。这个夏玉竹啊，满身小资产阶级习气，平时生活中就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上课讲的也是那套什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那套东西，严重影响我们根据地的风气。王默同志，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加引导的。你只看到了他的缺点，没有看到他的改变。我认为他在根据地的这段时间，他为了战胜自己，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。周大姐，你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，为什么就对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么信任？王默同志，我觉得你对夏玉竹同志有偏见。在延安，在根据地，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有很多，他们都很优秀。没错，但是他们都经历过长期的革命考验。夏玉竹跟一般的同志比，走的路更曲折，更痛苦。但我相信，他早晚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。咱们都不要争了。关于夏玉竹的问题，我的意见就是继续观察和引导。太太，哎，你今天不是要去伤病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去视察的吗？不去了。不去了。现在慰劳总会的事儿，由马副会长亲自出马了。之前负责的民间捐献抗战物资的事儿，他也接手过去了。哦，接手的也好，烫手的山芋嘛。你想，这难民营和医院每个月政府只拨款2万，其余的都靠民众捐献。但是现在这个战事那么严峻，这仗又打得一塌糊涂，这个民间组织能捐多少钱不知道，任务完不成就让这个马副会长自己找委员长领罪去。委员长才不操这份心呢！这几年，孔宋陈3家靠着走私战时物资发了多大的财呀！一边在家里数钱，一边大喇叭满世界喊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这叫什么呀？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。我看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日本人打进来，就算日本人不打进来，也得落个民穷财尽呐。这些话呀，家里说说就算了，别到时候让人得了口实。哦，他们敢发国难财，还不让人说呀？哎，吃吧吃吧。吴妈，吴妈，太太，怎么了？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鸡蛋羹要蒸7分熟，你这蒸的跟丝糕似的，怎么吃啊？哦，太太，要不我重新做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我不吃了。老冯，这次多亏了你，组织上才及时做出应对。周大姐，其实我应该检讨才对呀。我要是能够早点来根据地，把情况做汇报，可能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准备，牺牲就不会那么大，你也不会受伤了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我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你也一定要注意，现在敌前敌后的情况也很复杂。哟，和平来啦。妈妈呢？妈妈说她不好意思进来。哎呦，看着玉珠，和平，去把妈妈叫进来，就说我想她了。嗯。玉珠，这怎么来了还不进来呢？周大姐，我是没脸进来见你。你看你，这几天不见，还变得生分了。周大姐，
对不起。这好好的道什么歉呀？你看，那个，我给你俩介绍一下。玉珠，这是冯茂才同志；老冯，这是夏雨竹同志，和平的亲妈妈。你好，夏雨竹同志。您好，和平，叫冯叔叔。冯叔叔好。和平好。玉竹，老冯是我们的老同志了，他去过井冈山，参加过长征，成立根据地之前，也是我们3团的团长。他可是为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。哎呀，周大姐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这点经历啊，根本不算什么，在根据地比我优秀的人多的是，举不胜举啊。你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们共同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哎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老冯。哎，玉竹，来，快坐，快。周大姐，送给您的花。哟，这好漂亮的蔷薇花啊，还有鸡蛋，我都好久没有吃过了，这回可有口福了。妈，我肚子又不舒服。你快去上厕所吧。怎么了，孩子？这2天老是闹肚子，我估计是吃坏了。那一会儿你带孩子来这看一下。这些日子，我们的战士有些闹疟疾，可能跟这儿的水有关系。周大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要不是我，您也不会受伤。我申请处分。哎呦，你看你，这第一次上战场，谁都没有经验，但是你敢拿起枪来对准敌人，这就是你的进步。以前听志远跟我讲过，但只有亲身经历了，才知道和敌人战斗是多么残酷。周大姐，我想上战场，我想去前线，请您培养我。玉竹，战场有很多种，不是只有上前线才是战斗。我们这次撤退，多亏了我们的同志带回来的情报，要不是他们及时把日军的动向带回来，我们的损失会更大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们虽然没有上战场，但也同样是我们的英雄。我也想成为和你们一样的人。玉竹，你看这蔷薇花，在瘠薄的土地上，风吹日晒，即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，也能开出这么美的花来。玉竹，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像这蔷薇花一样盛开。对了，周大姐，小李留下那串数字有进展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进展。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，这串数字有可能是电讯码，但把它们分开来看，23022838628，23021974381，其实也是一串编码，毕竟23022到23021之间只差了1位数字。我在想，这串数字是不是也是某个物品或者某个设备的编号？这是个新思路。这样，我把情况和电讯组的人说一下。你看，这并不单单上前线才能做贡献，你的思路同样是贡献。听说你前一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委员长提出的国难期间种植机构调整的事儿，也没抽出时间去看你。多谢部长的关心，我身体并无大碍，
就是最近血压有些高，晚上有些失眠，医生说可能是压力大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委员长十分关心你的健康，国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把身体修养好，才能为国家出力啊！多谢委员长的关怀。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静养，委员长的意思是，让你暂时到参议院挂个职，等你身体全养好了，再赶紧回到组织部辅助我工作。你看这样可好？宋指导，新办公室已经把您收拾好了。党内办事效率如果都这么高的话，还愁打不走日本人？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国难时期，经费紧张，大大小小的办公室能合并的就合并的。来，你们请。宋指导，您要是没什么吩咐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回去转告你们部长，既然委员长说了修养第一，参议第二，那么我就听委员长的，回家休养去了。吸气，冷不冷啊？有点发烧，应该是疟疾，给他打一针就没事了。好，谢谢。小李啊，给他打一针盐酸奎宁。和平，妈妈，我怕痛。打一个小小的针没有那么痛。和平是个坚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串数字是不是也是某个物品或者某个设备的编号？一定要把这批药品保管好。为了把这批药品从B战区收集送过来，牺牲了不少同志。等一下，周大姐，有个事儿我向您汇报一下。你说。那批从敌战区运来的药品可能有问题，有3个得了疟疾的战士，输了液之后都出现了伤寒的症状。有问题的范围大概有多少？麻烦就麻烦在这儿，我们现在也判断不出到底哪些有问题。那会不会是药品本身失效了呢？伤寒是传染病，咱们根据地过去从来没有过伤寒的历史，所以我担心，是不是药品被人故意捣鬼了？那3个有症状的战士呢？他们已经单独安置了。好，药品马上停用，人命关天，容不得闪失。那很多战士都无法继续治疗了。周大姐，周大姐，我知道小李那串数字的意义了，是药品编号。你看，药品编号是11位，这是和平刚刚要注射的药，上面的编号刚好是在230228386628至230219743881之间。你看，这些给战士注射的药品，药瓶都留着了吗？都留着。马上去检查，特别是用过的药品。是。玉珠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先不要跟任何人说。嗯。
伙计，来了。哎，先生有什么需要？再加一壶酒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宋司令，哎，我还真没看错，还真是你。曲处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我啊，经常和几个朋友到这儿来喝几杯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喝酒啊？你跟我过去，我给你介绍他们认识，咱们边聊边喝，怎么样？这是37军的谭师长，刚从岳阳战场上下来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了。你们是没到战场上去看过，日本人什么钢铁大炮，我们是血肉之躯啊，5、6个人抵不住他一个。哦不，就算是10个人啊，也顶不住他一个人。这武器就不在一个档次上面。我们的士兵啊，还没有发现日本人，哎，就已经没命了。几百士兵啊，督战队拿着冲锋枪，逼着他们往前冲。就那眨眼功夫，几百具尸体就横在你的面前，太可怕了，惨不忍睹啊！听谭师长这么一说，这个仗还真没法打下去。这打不下去，还是要打的嘛。委员长不是一直都是主战的吗？嗨，那不过是顺从民意，不得不打，说给老百姓听的。你说这要打，这很容易啊！啊，谁不想当英雄啊？是不是？对。他反正不是他自己上战场嘛。你要说这议和，这可就难了，这可是要落下千古的骂名啊！这个，我看委员长啊，是既不想和，也不想打，他又要做婊子，又要立牌坊，可能吗？要想议和，咱就拿出诚信来；要想打，那就想办法怎么打。现在呢，就这么拖着，早晚拖到死胡同里。各位，我认为汪先生求和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。一味的焦土抗战，唱高调，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日战区一再的扩大，受苦的呢，这不还是老百姓吗？这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中途言和，无异于启降啊！宋司长，您这话可严重了。这不能一说到议和就一定是汉奸嘛，是吧？你说南宋那会儿，秦桧向金国议和，那不是还保了南宋40年江山吗？对。哎呦，日本人飞机又来了，哎，真糟心。走吧，各位，来，下星期老时间啊。哎，好，下星期见。周大姐，您找我。玉珠，你把门关上。快坐下。和平的烧退了吧？退了。周大姐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是不是我又犯什么错误了？没有犯错，是表扬。你立功了，玉珠。表扬？立功？你猜测的没错，这批药品确实有一部分有问题。小李告诉你的那串数字，就是有问题的药品编码。那这批药是不是已经用了一部分了？大部分药品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也正是敌人狡猾之处，他们抓住了我们根据地药品短缺，不会轻易废弃药品的心理，就在少部分药品当中做了手脚，让我们区分不出来是真是假。玉珠，我们那些战士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已经得到了救治，不会有危险的。没想到，小李传递的是这么重要的信息。你的作用也很大，要不是你带回小李的消息，又发现了药品编号的问题，我们不知道多少战士的生命会有危险。周大姐，
您就别表扬我了，应该纪念小李。刚刚我跟白政委也商量过了，组织上决定给李志同志追认功劳，也会对你进行嘉奖。但是雨竹，这次的嘉奖只能私下进行，因为杀死小李的凶手还没有找到。这次敌人的药品计划很有可能是扫荡根据地行动的一部分。为了我们更好的调查和行动，我们暂时还不能透露出我们已经知道了假药的情况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您说的地下工作，对吗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严守这个秘密的。医生，我孩子他嗓子怎么了？怎么就突然间哭不出声音了？之前的脑膜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孩子的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由于脑膜炎引起的后遗症，导致他得了口哑病。口哑病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哑巴。医生，这病能治好吗？这样，我再帮他介绍几位医生，再给孩子看看。但治愈的希望不大。双菊，别着急嘛，再看看别的医生。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重生的病治好。谢谢孙主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哪的话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谈谈，希望你能留下来，为军统效力。你想让我加入军统？可我是一个被中统除名的人。军统是委员长最器重的组织，我们从不计较过往，只要是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能力的年轻人，我们都欢迎。我很欣赏你在电讯方面的能力，相信你能为抗日、为党国再立新功。谢谢孙主任。给顾双菊安排到临训班，让他插班入学。主任，这个顾双菊是徐文增的人，并且她丈夫是陈得道，上海一沦陷就叛变了。徐文增这个人我最了解，小肚鸡肠，目光短浅。这个顾双菊在中统时立过功的人，破获过工党的店铺，也算是老资格了。就因为她男人当了汉奸，就不问青红皂白的把她往死里逼，愚蠢。中统和她决裂，正是她加入我们的好时机。命悬一线时，出手相救，她会感恩戴德，誓死追随。这做人呢，锦上添花没意思，雪中送炭才珍贵。还是主任英明，我明天呢就安排她去女生队，让她尽快加入训练。这个女人身上有股狠劲儿，去女生队可惜了，就让她和男学员一块练吧。是。